边关一战，我在死人堆里救下少将军沈燕。临别前，他将祖传玉扳指塞进我掌心，日后定来娶你。我信了他。可我回京后，沈家提亲那日，拿着玉扳指救下沈燕的人，却变成了我的庶妹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也心悦少将军，可当年雪岭关外救他的人确实是我。若姐姐不甘心，我愿把正妻之位让给你，只求你别再逼我。我逼你？江福卫，你一个养在深闺的女子，也敢冒领军功？我便是取营中最低贱的军妓，也不会要你这种贪功攀附的女人。我确实不该嫁沈燕，毕竟按军职，她见了我还得跪臣称一声元帅。沈燕，那夜你烧得神志不清，凭什么确定救你的人一定是他？元帅，沈家还没死绝。少将军，雪岭那夜是我一遍遍在你耳边说的这句话。就凭他这句话和他身上这副银甲，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那是我的甲。3年前雪岭关外，我就是穿着它从死人堆里拖出的沈燕。好的。别睡，沈家还没死绝。等他醒来，反倒把这句话当成了救命恩人的凭证。如今江云堂也学会了，穿了我的甲，学了我的话，真以为我用命换来的一切就都是他的了。少将军，我知道姐姐怨我，可雪岭那晚你明明听见我说过那句话，真是我救了你啊。江福卫，云堂连那夜我昏迷时听见的话都记得，你还想如何狡辩？这还能有假？江大小姐天天养在深闺里，哪里像上过战场的人？就是，倒是江二小姐这身战甲，看着确实有旧伤旧痕。姐姐，你若真喜欢少将军，我可以不争，正妻之位我愿让给你，只求你别再逼我承认没做过的事。江福威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云堂救我性命，如今还肯把正妻之位让给你，你却咄咄逼人，非要踩着他的恩情往上爬。你这种人，比战场上的北狄还脏。3年前，我左肋插着断剑，右腕被雪狼咬穿，背着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。我没求他报恩，也没拿那枚玉扳指上门逼婚，没想到我救回来的人，有一日会站在满京宾客面前骂我脏。江云堂，你说你穿着这身甲从雪岭关杀出来，自然。那你拔刀给我看看！你拔刀啊！江福威，你又想做什么？战场上护腕扣反的人，拔刀会卡住腕骨，敌军第一炉箭雾落下，他连刀都出不了鞘。拔！你不是从雪岭活着回来的人吗？连刀都拔不出来。姐姐，你非要这般羞辱我吗？够了，江福威，他当年死里逃生，今日又被你当众逼到这地步，你到底还要恶毒到什么时候？一个人心若是偏了，你把真相递到他眼前，他也只会嫌弃真相刺眼。请我去取我回京那日的香笼，查旧甲，查护腕，也查内封北境旧签。姐姐，怕了？我不是怕，我只是怕姐姐一错再错。陛下口谕到。终于来了。陛下召永宁侯府江二小姐沈少将军即刻入宫问话。臣女遵旨。江福威，陛下面前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你若还有半分廉耻，便早些认错，别再把侯府和沈家都拖下水。陛下还说了，江大小姐若也在府中，便一同入宫。江云堂为何眼神躲闪？还是说我今日被带进宫，他与他背后之人一早便知？小姐，少将军怎么能那样说您？他明明连命都是您救的。他不是不知道，他只是更愿意信他想信的。只是江云长为何会如此熟悉雪岭关之事？他一个养在侯府内宅的庶女，知道的太多了。福威，你们姐妹谁才是沈燕的救命恩人？此事朕本不该插手，只是这关系沈家婚事和梁府体面，闹大了不好看。陛下说的是。陛下，雪岭那夜，少将军被雪狼围困，是臣女引开狼群，被狼咬伤。陛下若不信，臣女愿验伤。此伤为证，臣女不求姐姐信我，只求陛下还臣女一个清白。真正被雪狼咬穿的伤，可不会这么规整。
福威，你可还有话说？这才是雪狼咬出来的伤，这才是雪狼咬出来的伤。江云堂，你只记得我手上有狼伤，却不知那伤在我的右腕内侧，被玉镯蛰了整整3年。你连伤口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凭什么说人是你救的？我当时太乱，也许记错了。记错伤口可以，那剑呢？沈燕胸口那支剑是谁取的？自然是云衣。错了，若等军医来，沈燕早死在雪地里。江大小姐所言不假，是雪岭战后的验伤册。陈来成，今日不过是侯府家事，你带云衣入宫做什么？既然有人拿雪岭旧伤作证，自然该让见过旧伤的人来说话。回陛下，3年前在雪岭救少将军的人册中写得清楚，那人右腕内侧有狼牙贯穿伤，左肩有剑擦伤，掌心有冻裂伤。江二小姐这道伤位置不对，深浅不对，年份也不对。臣女当时昏了头，或许是记错了。你记错的未免太多了。护腕扣错是记错，狼伤位置不对是记错，剑是谁取的也记错。江云堂，你救的是人还是背的戏文？那天真的是你。江云桃，你偷走的旧甲、旧签和玉扳指，不过是摆在明面上的东西，真正能定生死的证据，从来不在侯府。沈燕，这布袋是从我当年衣袖上撕下来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好疼！后来他在军帐里醒来，只知道那枚玉扳指不见了，却忘了问一问替他止血的人去了哪里。回陛下，此剑乃北狄黑羽剑，3年前沈少将军胸口的贯穿伤正是此剑所致。若非有人先行取剑止血，少将军根本撑不成入帐。福威，我别这么叫我。陛下，臣女不是故意的，臣女只是听人说少将军一直念着玉扳指，臣女以为什么？以为偷了我的甲，拿了我的扳指，背熟几句雪岭往事，就能把这条命认到自己名下？是谁教你的？没人。没人。那句沈家还没死绝，沈燕自己都记不清是我说的，你从哪里听来的？还有雪狼，还有北狄黑羽剑，还有沈老将军的旧令。一个养在侯府内宅的庶女，知道的是不是太多了？我知道江云堂还没有说实话，但这样正合我意。因为我真正要调的不是他。陛下，救明恩一事已经清楚，如今该说另一件事了。这是我父亲的令牌。不错，3年前雪岭一战，沈老将军战死，沈家军险些全军覆没，北境战事吃紧，军需物资供应受阻，且敌军掌握我方方向，战局不利，私通北狄。朝中有人递上折子，诬陷你沈家私通北狄。他是真的不知道，雪岭一战后，他重伤昏迷，沈老将军战死，沈家军中证据又被一场大火烧得干干净净。陛下当年密令我入北境，明面上我是永宁侯府江福威，暗地里我化名江无咎，掌北境暗军。这3年，我查的不是你的救命恩，是雪岭旧案。陛下密旨在此。江福威化名江无咎入北境，节制暗军，追查雪岭军饷失踪，不妨图泄露一案。
雪岭一战后，江无就以战功受封北境元帅，持半枚虎符，节制雪岭、燕回、黑水3关兵马。沈少将军，你方才说我养在深闺不配冒两军功，你说你便是娶君妓，也不会要我这种贪功攀附的女人。你说我脏，可你这条命是我从死人堆里背回来的。你沈家险些满门背上通敌罪，是我替你们在北境查了3年，才留住最后一条翻案的路。父位，别这么叫我。陛下，北境3关暗军已在殿外候命，只等江帅令下，重审雪岭旧案。沈少将军，按军职，你见了我，该跪下称一声江帅。末将沈燕拜见江帅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是我太喜欢少将军才拿了你的东西。我们是亲姐妹，你饶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只拿了我的东西。燕回关守军换防的时辰，黑水河运粮的暗道，还有北狄黑羽箭的来历，这些也是你从我箱中偷来的。这封旧笺只有半页，上面记得清清楚楚，全是沈燕的伤势，根本没有布防。江云堂，你若不是背后有人，又怎会知道黑羽箭和雪狼谷的细节？江云堂，究竟是谁指使你？真的没人，臣女只是太想嫁给少将军了，臣女没有害人啊，陛下。乌兰河东，雪落无声。黑鹰归巢，这是北狄细作联络的暗语，拿下！我不是细作，我真的不是细作，是陆大人教我的，是兵部尚书陆宠陆大人。陆大人说，只要我认下救命之恩，嫁进沈家，就能保我一生荣华富贵。我真的只是一时贪心啊。兵部尚书陆崇，3年前北境军饷和换防名册都由兵部经手。本王与江帅追查了这只老狐狸整整3年，始终缺一份能将他定死的口供。如今江二小姐送一份大礼。陆崇让你嫁入沈家，究竟要做什么？找账册。沈老将军死前曾把一本账册送回京城，陆大人说那里面记着军饷的去向，让我嫁进沈家后把账册找出来烧掉。所以你接近我，口口声声说爱慕我，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那本账册。少将军，不是的，我后来对你是真心爱慕的。而真正救过我、救过沈家的人，却被我当众辱骂。取下他身上的救命甲。陛下，这是陆崇的亲笔信，上面不仅教江云堂如何冒领救命之恩，还命他取得沈燕信任后，设法打压构陷江府尉。不是我没有要打压构陷姐姐。所以我回京第2日被关在府门外，被人泼脏水是意外。我房中3次出现陌生男子，也是意外。府尉，有男子闯入你的闺房，怎么从未同家里提过半句？母亲放心，都是些不入流的小喽啰，我已经解决了。起初我只当是下人疏忽，1次2次尚能宽慰自己是巧合，可3次有男子误入我的院落，次次精准避开旁人，再迟钝的人也该察觉不对劲。不是我，姐姐，那些事儿与我毫无干系。你被关在门外被泼脏水，是门房看守不力，房中闯入男子，定是他们爱慕姐姐，要想窃香，你怎能不分青红皂白，全都扣在我头上？那日门口被泼脏水，随行仆妾亲眼看见你半个时辰前去过门房，单独与门口守卫说了半晌话。我房里第1回闯入男子，也只有你领着生人进府，如今人证就在殿外，你还要狡辩？那些下人都是姐姐身边的新贵妇，自然只替她说话，正词做不得数。我是侯府庶女，安分守己度日，何来胆子构陷嫡姐？这
分明是姐姐记恨我认下救命之恩，刻意罗编罪名构陷我。你若真安分守己，又怎会私藏北狄细作联络暗语？又为何私藏兵部尚书陆崇的亲笔密信？冒领战功的账还没算，又添构陷元帅一条，你还敢说自己安分？江云堂，证据确凿，你还要百般抵赖。方才你亲口招认是陆崇指使你冒充救命恩人，如今江福梅又道出数次遇袭，皆与你脱不开干系，两桩罪责叠加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陆大人只是让我加入沈家找寻账册，从无吩咐我加害姐姐，一切都是我的过错，求陛下开恩，一切罪责由我一人承担。我自问待你不薄，自你说出雪岭旧事，我便处处护你，事事信你。为何要屡次构陷江帅？他与你一母同胞，你怎忍心屡次置他名声于不顾？她是侯府嫡女，生来便拥有我求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一切，家世、容貌，甚至从战场上博来的赫赫战功。只有她在，我就永远只能活在她的阴影里，凭什么？只因嫉妒，你便要构陷江福威，坏他名声。是又如何？若不是我偷走江福威的银甲，熟记雪岭所有细节，你又怎会决意迎娶我？我只是想要一段安稳姻缘，想要旁人看得起我这个庶女，我有错吗？想要荣华，想要姻缘，便可以偷窃旁人九死一生换来的功绩，便可以狠下心构陷亲近之人。雪岭关外3万将士埋骨冰原，我身中数伤，拼死救下沈燕。这些血害与牺牲，在你眼中只是阻碍你攀附权贵的绊脚石。不过是一点皮肉伤痛，一场边关战事，于姐姐而言不过是一段过往，于我却是唯一能翻身的机会。你家世兵权样样俱全，为何就不能施舍我一桩婚事？施舍？边关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战功，岂容随意施舍？我身上每一道伤疤，髌骨里每一步挣扎前行，都是拿命换来的底气，不是供你抢夺攀附的筹码。你今日贪图我的姻缘，我的战功，明日便会为了利益出卖家国百姓。陆崇能轻易拿捏你，便是吃准了你这无止境的贪念。陛下，当初构陷过江帅的人都收过江云桃私下赠予的银两首饰，人证物证俱全，此刻就在殿外等候传唤。传下人入殿。回陛下，是江二小姐私下给了我一锭银子，交代我在江大小姐被人泼脏水时紧闭府门，只说让江大小姐寿宴一点惊吓。小人一时贪财，便照做了，小人知错。是二小姐将小人带进大小姐的闺房之中，二小姐许诺，若是得手，定会让我做大小姐的赘婿，荣华富贵，享受不尽。小人一时糊涂，请陛下饶命。我往日待你也算宽厚，从未苛待半分，你怎会生出这般歹毒心肠？宽厚，嫡母眼里从来只有江福威。我从小到大只能捡他剩下的物件，人人都说嫡庶有别，可凭什么他生来便能拥有一切，我只能仰人鼻息？庶女从来不是你作恶的理由，侯府不曾克扣你的吃穿用度，无人苛待你的性命，是你自己贪念增生，不愿脚踏实地，反倒想着窃取谋害，走歪门邪道换取荣华。江云榜盗取军物，冒领战功，构陷主帅，数罪并罚，罪无可赦，即刻押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陛下饶命，求陛下开恩！江帅，从前种种，全是末将有眼无珠，天性坚韧，当众辱您。末将知晓千言万语也弥补不了对您的伤害，只求江帅给末将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往后北京战场，末将愿冲在最前线，替您替雪岭3万阵亡将士赎罪。你的罪自有军法处置，救你保沈家是为公不是为私，不必向我求取宽恕。至于我，不需要你的补偿。江帅，末将知晓言语伤人，无法轻易抹平，可末将心中悔恨，日夜难安。若连赎罪的机会都不给末将，末将此生都无法心安。不必再说，今日所有悔恨，都是你当初偏听偏信的代价。守好雪岭，告慰沈老将军与阵亡将士，便是你唯一该做的事。沈少将军，江帅所言并无差错，你识人不清，当众辱没当朝元帅，按军规杖责30，罚驻雪岭边关3年，
无诏不得回京，你可服气？末将服气，甘愿领受所有责罚。将云堂已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陆崇私吞军饷一案尚未了结，即刻命禁军封锁全城，全城搜捕陆崇踪迹，务必将叛臣捉拿归案。臣遵旨。将帅一路奔波查案，今日暂且先回侯府休整。捉拿陆崇一事，稍后我差人同步线索给你。抚威，陆崇经营兵部多年，党羽众多，此番出逃必定留有后手。你手握北境暗军，务必小心提防，切勿孤身涉险。臣女谨记陛下叮嘱。该死，军饷账目全烧了！儿，有密道，陆崇跑了。陆崇跑了，他要去西郊渡口。消息来得太容易。是诱饵。陆崇知道你在查他，故意放出西郊渡口的消息，想引开禁军。他的真身是要从东门运河逃走。3年前，陆崇也是这样，明面上让北狄人围攻雪岭，真正要劫的是沈老将军送往京城的证据。这次你留在京中，我去。王爷怕我死？3年前本王迟到一步，让你独自背着沈岩走了3里冰谷。同样的事，本王不想再经历第2次。陆崇认识暗军的联络方式，旁人未必拦得住他，我必须去。好，那便一起。快，西郊那边撑不了多久，开船！江无教。陆尚书，3年不见。不好，他们要烧账册，快阻止他！你一群废物，给我挡住他们！拦住他！站住！沈少将军，你父亲就是因为多管闲事才死，如今你也要步他的后尘。父亲的死是你做的，是又如何？动一下便死，把他控制起来。江福威，你不得好死！没事吧？派人把火灭了，然后进船搜。船舱最下层藏着3大箱北境军饷账目，里面有边关吃紧军需士卒的全部记录，证据确凿。福威，将帅，末将擅离禁令，甘愿受罚。知道便好。沈燕擅自行动，险些打乱部署，带回去，杖责30。是。陛下，雪岭旧案重审已毕，所有账目核验清楚。讲3年间，陆崇经手3批北境军饷，共120万两白银，其中80万两被陆崇私吞，导致战事延误。这是臣从东郊船舱截获的密信，乃北狄王亲笔回郡。陆崇看管布防图不利，因害怕被罚，隐瞒不报。沈家军当年陷入合围，全因敌军提前掌握我方动向。当年弹劾沈家通敌的折子与证据又是怎么回事？是陆崇伪造的。
当年沈老将军战死，为了脱罪，陆崇连夜捏造通敌书信与账册，命人快马送入京城。陈凤密令在半路截下这批伪证，扣住案卷，押了3年，才没让沈家背上谋逆罪名。江帅，这是从陆府密道搜出的伪造印信、空白文书，与当年那批通敌证据、笔记、印文完全吻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陆崇本人也已供认不讳。好一个陆崇，害死忠良不算，还要让战死的沈老将军替他背千古骂名。陛下，陆崇贪污军饷，罪证确凿，请陛下下旨明正端罚，以为边关将士在天之灵。陆氏一族涉案者众多，子弟遍布兵部，不可轻纵。臣等复议。江云堂如今在何处？如何处置？回陛下，江云堂盗取军中旧物，冒领军功，屡次构陷镇北侯江帅，数罪并罚，按大梁律法当处斩刑。陛下，她终究是侯府女传，又是受陆崇蛊惑，可否念在其事初犯，从轻发落？构陷主帅贪污谋统，法面前不分男女。若今日因她是女子便轻判，以后谁还信国法公道？血领3万战死将士的冤屈，谁来偿？江云堂盗的不只是我的战功，是边关将士拿命换的功勋。他害的不只是我一人，是整个北境防线，按律当斩，并无宽限余地。末将也以为当按律处置。传朕旨意，兵部尚书陆崇私吞军饷，构陷忠良，罪大恶极，判斩立决。3天后于西市行刑。陆氏一族涉案者尽数下狱，家产抄没，充作北境军饷。永宁侯府庶女江云堂盗取军中旧物，冒领军功，构陷主帅，数罪并罚，判秋后问斩。遵旨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从小什么都没有，才想抢你一次。你是侯府嫡女，又是北境元帅，你什么都有，为什么不能让给我？所以我在边关流的血，也该让给你。我身上的伤，死去的将士，被烧掉的粮草，都只是你换荣华富贵的筹码。你不是因为一无所有才害人，是因为贪。你想要沈宴，便偷我的玉扳指；想要战功，便穿我的旧甲；想要告命，便陆崇杀人。到了今日，你仍觉得错的是我不肯让。不是的，姐姐，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那些挨饿受冻、死在雪岭的将士也不想死。你穿上这副甲时，可曾想过，他们若知道自己的战功被你拿去邀宠，会不会答应？你以为沈宴爱你吗？他只是因为你救了他，才后悔。他爱不爱，与我何干？这是从江云堂那里取回来的。沈家的东西，你收着吧。当年我把它给你，不只是为了报恩。我记得你的声音，记得你背着我走过冰谷，也记得你掌心都是血。只是醒来后，江云堂拿着扳指出现，又说出了那些话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不重要。你被骗不是你的罪，可你不肯听我说话，当众辱我，便是你的选择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求你现在原谅，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把欠你的还清。3年前，是因为你是大梁将士。后来我替沈家查案，是因为沈老将军和3万沈家军不能蒙冤。这2件事，从来不是我对你的情谊。你不欠我婚事，我也不需要你以身相许。那我们之间，没有我们。你在提亲宴上说得很清楚，便是取最低贱的军妓，也不会娶我。我成全你。是我眼瞎，弄丢了你。少将军，我是真的爱你，若不是江福威回来，我们已经成亲了。你最不该做的，就是拿江福威的命换你的富贵。时辰到，斩！
将帅，京中圣旨到了。说，沈老将军恢复清明，追封中武侯，雪岭阵亡将士计数追封，抚恤银已启程发往北境。3年隐姓埋名，今日终于能堂堂正正落在册上了。将士们都等着这一天。3关兵马自此只任将帅将令。传命各营，清点兵籍，补发3年欠饷，先紧着阵亡将士家眷。末将遵令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奏来。江福威虽立战功，但女子掌兵不合祖制，臣请陛下收回虎符，另选宿将镇守北境。李御史说笑了，雪岭告急时怎么不见你提祖制？战时从权，太平当守礼，岂能由女子久掌兵权？将帅守3关时，你在京中饮酒作乐；他斩北狄王起使，你连刀都未摸过。现在仗打完了，你倒想替他掌兵？摄政王，臣是依祖制而言。祖制只认有功者赏，谁有本事守住3关，谁就配拿这枚虎符；没本事的就必上罪。臣等附议，将帅战功赫赫，北境军心所向，不可换帅。江福威查雪岭冤案，守北境3关，功在社稷，封镇北侯，仍斩半枚虎符，节制3关兵马。陛下圣明。王爷今日替我得罪了半个朝堂。本王得罪的人多，不差这几个。3年前右腕受过伤，拿个暖炉暖着会舒服些。王爷还记得？与你有关的事，本王都记得。将帅，摄政王府押着抚恤银到了，比户部预估的还多了2成，连偏远军户的名册都一并核对完了。这点小事，王爷何必亲自跑一趟？阵亡将士的安家银，差1分都是亏心。本王若不来盯着，不放心。燕回关这批军械3成锈损，这上战场是要误大事的。兵部发的是前年旧库存货，本王来之前已经让人调了京城新锻的陌刀，3天后到营。军械的事，王爷也管？你在前线拿命去拼，本王总不能让你握着废铁上阵。后方的事，本王替你兜着。黑水河一带的暗道记载不全，巡防总是出纰漏，到底漏了哪里？本王找了你半刻，原来你躲在这儿琢磨这个。这是王府藏的北境旧淤图，雪岭暗道、黑水渡口都标得一清二楚，你看看能不能用？这般真本，王爷说送就送了。藏在王府库房落灰，不如给能用的人。王爷还没走？王府里那些应酬吵得很，还是你这儿清静。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本王。王爷不必陪我在这里熬着。你忙纲务是正事，本王批奏折也是正事，算不上陪。本王从不觉得女子就该困在内宅，这虎符你想握多久便握多久，本王绝不干涉。王爷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究竟想要什么？想娶你。3年前在北境，本王便想问，可那时雪岭案未清，你不能恢复身份，沈燕又将玉扳指给了你，本王以为你会等他。我习惯了战场，若我嫁人，也绝不会交出掌管3关的虎符。王府库房够大，放得下。我常年领兵，不会日日困在后宅。本王可以随军。我不会替王府操持宴回，也不会为谁收拾妾室。摄政王没有妾室，至于宴席，管家自会办得妥当。福威，本王求的不是一只关在后宅的金丝雀，是能与我并肩而立的人。给我一些时间。好，多久本王都等。我起名去了雪岭关，今日便出发。这是我这3年写给救命恩人的信，我想交还给你。云堂姑娘，我原以为认错人是因为江云彤骗得太像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是因为我从未真正认出你。你救我时，手在流血，声音也哑了，可我却只记住了一句话：一枚扳指。江云堂装的柔弱，我便认定救我的人也该那般柔弱。你不肯解不邀功，我便觉得你是心虚。从头到尾，我相信的都不是救命恩人，
而是我想象出来的那个人。这些信你带走吧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了吗？沈燕，当年把你背出雪岭的人已经死在提亲宴上，是你亲手杀的。末将明白了，此去北境，不知何时归来。愿将帅一生顺遂。愿少将军守好边关，不负沈老将军英母。小姐，昨夜沈少将军在府门外站了一夜，下人劝了几回，他半步都没挪。方才他转身吩咐随从骑的时候，奴婢瞧见了那枚祖传玉扳指，他重新戴回手上了。戴与不戴都与我无关。他分明是后悔了。后悔的人多的是，他想娶的那个人早在提亲宴上就被他自己骂死了。将帅，前方大捷，沈少将军率轻骑击北敌前锋，追敌30里。伤亡如何？伤亡不大，只是追至当年那片雪谷时，沈少将军旧伤复发，当场栽下了马。现在人怎么样？军医刚抢救过来，烧得厉害，人刚醒。将帅来过吗？少将军刚醒，旧伤未愈，还是先安心养伤。我问你，将帅来过没有？沈少将军，将帅在京中核点兵籍粮饷，军务繁忙，脱不开身。小姐，您真不过去看看，沈少将军他也是为了击退北敌才伤成这样的。他有军医诊治，有部下照料，轮不到我去。可当年在雪里，他的生死自有军中法度与部下负责，我不会再背他走第二次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摄政王昨日向陛下请旨，要娶镇北侯江福威。疯了吧？江福威手里可掌着北境3关兵权，这婚事要是成了，这天下军众岂不是都攥在他们一家手里？我看陛下绝不会准。女子为帅已是朝廷破例，哪能再让她做摄政王妃？就是，王妃就该安居内宅，哪有堂堂王妃常年驻守边疆，跟粗野汉子混在一起的道理？永烨，你昨日所求情婚之事，干系重大，朕还在斟酌。臣已拟好婚书，请陛下预览。陛下，臣以为万万不可。江福威手握重兵，若再入摄政王府，恐尾大不料及朝局。何况女子掌兵本就不合祖制，摄政王妃当母仪府中相夫要子，岂能终日随军厮杀，抛头露面？将帅的兵权是雪岭3关拿命换的，不是谁的恩赐。本王的婚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不纳侧妃，不夺兵权。他若领兵出征，本王耳京等他；本王若理朝政，他守山河。摄政王，王妃在外领兵，传出去成何体统？体统？北敌铁骑破关时，你口中的体统吗？能替大梁百姓挡得住刀剑吗？臣等以为将帅配摄政王，乃天作之合，有何不可？臣等附议。准摄政王萧承彦与镇北侯江福威婚事，则即日大婚。从前你一个女孩子在战场上打拼，我总怕你太强，世间没有男子能容得下你，容不下便不嫁。女儿嫁他不是因为他容得下我，是因为他从未觉得我需要被容忍。将帅，可愿与本王同行？王爷今日不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？本王的王妃本就该比本王耀眼。将帅，恭贺摄政王，恭贺将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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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国将，恭贺将帅大婚！要回头吗？不必。当年雪岭关外，我背着他走了3里冰谷。后来我明白，有些人拼命救回来，只适合留在身后。真正值得我同行的人，不会拿恩情困住我，也不会让我折断羽翼去换一个妻位。他会替我扶起战旗，与我并肩站在长街尽头。这是3年前在雪岭大战时我遗失的暗军量，原来在你这里，为何等了3年？因为从前还他
只能以通婆的身份。今日不同，只是夫君，也是臣属。往后王府内外，任凭王妃调遣。我仍是统领3关的北京元帅，也是大梁唯一手握虎符的女侯，更是此生唯一的摄政王妃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必是谁的救命恩人，我只是我。山河是我的功勋，身侧之人是我的选择。玄岭关又有异动，北蝶新王撕毁了去年的合一，边境频频被滋扰，怕是要开战了。陆崇虽死，兵部余党未清，北狄敢在此时挑事，多半是朝中有人暗中递了消息。我担心沈燕守不住，他虽悍勇，却不善周旋。你若想去，本王不拦。我们刚大婚，我便出征，京里怕是又要传出闲话。闲话又挡不住刀剑。你是镇北侯，3关兵马本就归你节制，何时出征，轮不到旁人智慧。陛下，北狄8万大军压境，沈少将军死守玄岭关，兵力悬殊，请求援军。陛下，镇北侯新驾，不宜再动刀兵，臣请陛下另派大将驰援。臣李大人想举荐谁？去年极力主张收虎符的是你，如今边关告急，你倒先想起派人了。摄政王，臣是为朝局着想，王妃出征实在是有伤国体。北狄铁骑踏破城门时，李大人打算用你那张嘴来退敌吗？虎威，你意下如何？臣女请旨，率3万暗军驰援雪岭，半月之内必解关围。准。臣愿为将帅坐镇后方，督办粮草军械，清剿朝中内奸，内外配合，万无一失。王爷这是把家底都给我了。将扶为守国门骁城一制守将，万事小心。我在京城等你凯旋。出发！末将拜见将帅。起来说话。关内伤亡如何？折损2000余人，北狄攻城7次都被打退了，只是敌军势大，再耗下去粮草撑不过10日。上城楼。地势平缓。是佯攻，北狄擅长声东击西，西侧猛攻是为了吸引兵力，真正要破的是东侧兵谷栈道。3年前他们走过一次，还没忘。不急，正好将计就计。杀！将帅，末将来迟。来得正好，打扫战场，回关。少将军，旧伤未愈又添新伤，这条胳膊要废了。边关失守，要胳膊有什么用？能多杀一个北狄，便多守1日国门。不必多礼，此战你诱敌有功，既守功。末将只是本分，若不是将帅识破敌计，雪岭关危矣。你是沈家军主帅，守住关隘是你的职责，但也不必拿命硬耗。沈家军不能没主帅。末将明白。将帅，后方粮草被劫，押送官战死，营中只剩3日存粮。是谁干的？是陆崇旧部勾结了北狄细作，在半路设伏。意料之中，持此玉佩，立刻前往京畿卫戍调粮，再递一封密信给摄政王。是。这等粮草，怕是撑不到京畿的援军赶来。不等，明日开城，主动出击。将帅，要用粮草武器，出手太险了。守是死，攻未必输。北狄以为我们缺粮，必然松懈。今夜突袭主营，烧了他们的粮草，为自解。末将愿做先锋。你伤未愈，末将能战。雪岭是末将的守地，该由末将冲在最前。好，你带3000轻骑袭营，我率大军随后接应。将帅，王爷怎么亲自来了？京中怎么办？朝中内奸已经清了，陆崇余党一网打尽，粮草随后就到。京中有陛下坐镇，出不了乱子。没受伤吧？一点小擦伤。说好你守边关，我守京，可听说你要夜袭，本王还是放心不下。沈少将军此战有功，回京后本王定会上奏陛下，自有封赏。末将不敢居功，只求继续驻守雪岭，戴罪戍边。雪岭关需要你守好这道国门，便是末将此生所愿。恭送将帅，恭送摄政王，恭送将帅，恭送摄政王。守好边关。末将领命。他倒是真的放下了。本就该放下，比起儿女情长，他更该做的是守住沈家军的荣耀。那你呢？除了家国山河，可还有别的想要的？有，比如往后每一场胜仗都能和王爷同饮庆功酒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将帅巾帼不让须眉，臣从前多有冒犯，
还望江帅海涵。李大人是言官，直言是本分。只要往后边关有事，大人别先想着收兵权便好。你倒是嘴不饶人。实话而已。往后北京若再有事，你还去吗？去。王爷会拦吗？你守山河，我便守你。原来另一半暗军帐一直在王爷这里。当年雪岭分着放，是怕你身份暴露，如今该完璧归赵了。王爷就不怕我兵权太重，功高震主？怕什么？本王的王妃越要也越好。从前我以为女子这一生，要么困于后宅，要么守于沙场。如今才懂，真正的圆满是山河在肩，爱人在侧。前路漫漫，有人并肩，便从不孤单。